前几天啊，美国自己的经济研究机构表明，2021年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同比增长了6.2%，燃煤发电量同比更是猛增17%啊！这说明美国政府进一步偏离了2030年气候目标的轨道。另一方面，在能源革命的前夜，美国也是为了在光伏上找事儿，上个月23号签署了毫无依据的世纪谎言强迫劳动法案。而这个法案也要禁止进口我们国内西北部生产的光伏产品。要知道，我们多晶硅可是有一半的产能都在新疆啊。根据他们的听证会制度，国内光伏企业有45天的时间，理论上美国会在我们虎年的大年初6继续展开听证会圆谎大会。这里再澄清一下啊，实际咱的新疆多晶硅企业确实领先世界太多了，早就高度自动化数字化了。实力上，欧美短期内也别想追上。你看完这期视频，大家就会理解为什么如今美国和我们的光伏企业作对，就是和全球市场作对。我们也会回顾历史上的中美欧企业惨烈的光伏大战，以及中国光伏的几十年艰辛风雨路。视频的最后也会从利益的角度讲一下碳中和的真相碳中和会如何改变社会的商业模式。坚持看完，你一定会有所收获。我们回望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20年，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如果要寻找一个造富能力能与互联网媲美的行业，肯定是光伏。这时很多人会先想起薅补贴是这个行业的传统异能。其实能源行业初期就是要吃补贴的行业，全世界都一样。西方国家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补贴这个行业了。1973年第4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输出国为了打击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发达国家，决定大家拼个团，共同对西方国家实行了石油的提价与禁运。1971年沙特的石油收入只有14亿美元，而石油危机爆发后沙特石油收入超过了1000亿美元。西方国家被迫给了个1000亿补贴。这个事件非常关键，石油的巨大缺口也立刻触发了2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一次能源危机与经济危机。当时美国政府都开始号召居民们少用空调少用汽车了，民众们给整的都迷茫的不行的了。经济不好，想搞事儿的人也额外多。70年代也是美国联邦德国等国家环境运动十分激进的时期，美国出现了一大批环保官僚，多喊喊类似 How dare you 的口号获得的支持就多。卡特就是其中的代表。卡特通过做了一系列环保承诺上台后就开始疯狂补贴太阳能，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和热水器直接给高达30%的税收抵免，还要求电力公司必须得要太阳能发电厂的电。各种补贴最高每年给到10亿美元。但是后来里根一上台，把支持光伏的政策给砍了个精光。在那个时代我们国内对光伏技术也并不是什么储备都没有，因为我们的王占国院士早在1967年他29岁的时候就开始承担为我们的卫星研究太阳能发电的技术的任务了。这在当时世界上绝对是很前沿的领域了。不过因为我们设备简陋，做电子辐照实验时没法自动测量，只能人进去手动把样品放到仪器里测。后来因为持续受辐射，整个手就肿成一个大水泡了，1年多后都没法痊愈。但是王占国靠宝贵的数据，他得出了更适合定型投产的电池类型。他后来也说我们皮肉受点伤，但是为国家人造卫星电池的定型起作用了。实际上东方红1号上天前1年，我们已经秘密的做出来3350片成品太阳能电池了，都能批量生产的。只是后来为了绝对的稳妥，东方红1号还是选择用了化石电池就工作了28天。11个月后的实践1号用的是光伏发电技术，本身计划能工作1年就行，然后实践1号一下干了8年多，这在60、70年代国外研制的卫星中也是很少见的。当然王院士在上海经历过一次辐射受伤后变得更加无所畏惧，后来又去罗布泊现场测数据去了，那是后话了。所以光伏并不是像大家想象那样不需要技术门槛，而是说我们重视航天的时期就已经在为这个行业做技术积累了。另外我们国内对西方的能源危机这个事儿也是有很深的研究与思考的。当时我们的周总理就很重视新能源技术，在光伏上他也会要求人去专门了解国外的技术。75年我们有了宁波、开封先后成立的太阳能电池厂，包括在核电上，总理也是非常有长远的战略眼光。56年他就说，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动力源泉，据说是可考证的各国领导人中最早明确为原子能发展背书的定调。而且他后来还给出了安全第一、实用第2、经济第3、材料上必须自力更生的基本指导方针。在患癌近2年后
74年4月，他还在主持秦山核电站建设方案的会议。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估计满脑子都在想能源问题。根据龙潭后三节，也是周总理曾经的助理熊向晖的记录可得知，周总理在最后主持完核电厂建设会议后又过了1个月，最后一次见熊向晖，曾经问过他关于墨西哥石油储量的问题。总理还嘱咐说经济是基础，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情况应该认真研究。近来冒出一个石油危机，西方国家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离不开石油，都向中东产油国插手。环绕石油问题的斗争错综复杂，将来很可能在中东爆发一场石油大战，你们要注意。基本把后来30来年都给概括了。后来两伊战争导火索是争阿拉伯河，争阿拉伯河呢，很大一部分是争石油贸易。2次海湾战争呢更不用说了。这里还有个很有意思的背景虽然80年代的美国光伏产业占了全球市场的85%，当时的光伏工厂全是石油公司搞的，但是演员总统里根当时跟川宝赛的是各种削环保这俩人也都有过专门让反环保主义者执掌国家环保局的操作。老布什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就针对碳排放问题说过，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容商量。这下漂亮国内石油巨头们搞光伏的动力那肯定是不足了后来克林顿签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这也是当时各国共同协商减碳很重要的一个条约。小布什竟然又在01年摆烂退出了之前承诺直接不承认了。美国想去搞页岩气的新概念，光伏补助也越来越少。为什么光伏初期这么吃补助呢？因为光伏初期发电成本高，光伏上游的重要原料晶体硅材料非常的贵，再加上光电转化效率不高是远高于用化石燃料发电的。现在我们国家把西边的光伏电输送过来，那也要成本，过去还不如就在本地烧煤便宜。如果初期只靠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电网不会选择成本这么高的电来用的，只能政府要求电网公司花高价买光伏电先上网。行业里反复提的平价上网要很多年后才实现，所以美国的石油公司好多都把光伏业务卖给欧洲了。然后呢，欧洲尤其是德国就接下了光伏补贴的接力棒。2000年后德国在光伏上真是又下了血本狂飙突进，也造成了多年后有的电价是负的，居民越用电越发钱的离谱现象。我们光伏的崛起跟德国息息相关。那学地理的都知道，德国呢是温带海洋性气候，一年都没有多少太阳天为啥它还要这样呢？因为在东西德统一之后德意志是环保领域的全球社交牛逼症患者。1990年到2008年，德国签署的多边环境协定有27个，位居全世界第一。我是这么看的，两德统一初期，德国内部就很需要一个概念，一个共同的目标，让大家团结起来。之前两种理念文化都快分开半个世纪了，初期多谈谈环保肯定是最稳妥的方法。对外呢，德国想在世界恢复大国的荣誉和声望多讲环保几乎是他唯一正确的途径毕竟没法往军事上大力投入了，积极宣传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啥的也不是个事儿，所以还是走环保人设吧。结果这个人设越稳越得多投入，就好比同学们上学时班里都有课代表，你这课代表一旦当上了，就算考试时总分变低些，你也得使劲学擅长的这科，争取单科能来个第一。另外就是本身的能源结构决定了德国只能搞好光伏。2001年到2010年德国石油进口比例高达 98%， 对外依存度接近 100%， 天然气进口比例也得 90% 以上，主要是用俄罗斯的常年俄罗斯一直猜一个准。另外他们自己民众对核能也是一边倒的反对，咱可以用法国核能产的电咱自己不能搞核能顺便说一下核能安全的问题其实还好，我们国内第4代堆都开始商业运行了，实验堆更是非常超前。核能我年后会找时间讲，大家可以关注终于98年德国的环保党、绿党跟社民党联合执政了当时的奥迪总理施罗德坚定走环保的反核道路民众叫他奥迪总理也不是因为他跟奥迪有啥关系因为他结婚次数太多了，又特爱秀恩爱。你这送出去的4个结婚季刚好拼个奥迪车标，后来又完成了第5次大婚，奥迪总理升级奥运总理了，5环了比4环多1环。02年施罗德宣布要在2022年彻底退出核能领域，他不相信核，他相信光，就是干光活。
无所畏惧，all 里给 all in 了。当时他们这个新的可再生能源法案也挺有意思，初期呢，只要你干太阳能，就可以以数倍于正常电价上网得补贴，一度电99分尼，在2000年相当于$2了，而普通人也可以干，在私人屋顶上安装板子就可以。然后德国开始全民光伏，当然这个补贴财政部担着，不能乱花纳税人的钱呀，让用户多买点单就行。当然后来也增加了可再生能源税，所以德国的电是全世界最贵的。那前面说的负电价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是后来光伏风能起来了，采用竞价上网，供需不平衡导致的，跟倒牛奶一个逻辑。但是负电价现象并不频繁啊，一会儿就过去了，否则咱全跑德国挖比特币去了，简直双倍快乐是吧？实际上，如果连续看一整年呢，德国电费还是很贵的。那边电力公司也多，德国人得花好多时间研究怎么选电力公司。那好多小公司没事就各种小活动、各种优惠包，规则还很耍猴，特复杂，跟咱国内互联网公司什么砍一刀砍两刀似的。04年啊，德国就在莱比锡郊区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光伏发电站。06年的时候，全德国单是干光伏电池的就有7000多家。后来西班牙、意大利也开始补贴。德国造光伏另一个重要优势就是从1954年就开始不断完善多晶硅提纯的技术了。了解人都知道，连提纯技术的名字都叫西门子法。其实施罗德刚开始补贴时，我国多晶硅产能及产量在全球上占比连0.25%都不到。我们主要做的是中游，也给我们在光伏领域与外国交锋时埋下了隐患。咱们国家光伏民营企业第一波快速崛起与赶超啊，跟一位澳洲海归关系很大。这个人很有争议，曾经也靠光伏做到了中国首富，跟德国施罗德一个姓，叫施正荣。施正荣在外留学多年，2000年时他用一台笔记本和几页商业计划书就开始创业了，而要做的正是光伏。当时无锡直接给他出资了650万作为启动资金，创办了当年的顶流企业无锡尚德。5年后，这家企业也成了我们国内第一家在纽交所上市的民营企业。但后来尚德也成了光伏业，甚至是企业界最忌讳的字眼。为什么呢？在德国开始大力补贴后啊，欧洲很多国家都加入了这场光伏竞赛，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也迅猛发展，而中国刚加入 WTO， 自然也立刻靠劳动力优势承担了产业链中游的来料加工环节。因为国内没有太多装机市场，无锡尚德的模式就成了很多地方学习的对象。大家认为这或许是苏南模式的升级版，先是江浙，然后是整个中国都开始进入光伏加工行业。最疯狂时，全国有600多个城市把光伏作为战略新兴产业，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光伏产业园，有的小作坊企业在自己家后院都能接点小单子干。知名光伏企业年轻的销售啊，一年做到年薪100万并不难。好的行业赛道和时机对了，是基层应届生都挣钱很多的。不过这种机会在过去20年可能只有在3-4个行业在各自具体的1-2个时间点才有。中国疯狂地满足着全球的市场，世界开始感受中国的存在与力量。美国纽交所的董事总经理忽然造访尚德，跟施正荣说：“你们是中国最大的太阳能企业，当然要到世界最大的资本市场投资。”后来施正荣又搞了一家叫尚德电力的外资公司，并成功海外上市，等于是第一阶段靠无锡尚德拿补贴，然后尚德电力上市融资，风光无限，还能控股国内公司，最后再靠国内的无锡尚德背负债务。施正荣仅用5年时间成为全国首富，也说下了那句名言啊，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挣1分钱，我就花钱。其他光伏企业则继续激进地扩充着产能，期许着更多的海外订单，使劲囤积硅料。无数企业负债率远超100%。事实上，这些企业家里没有太多人确切地知道 WTO 框架到底是怎么回事，也理解不了当时国际游戏规则的全貌。可是西方国家不仅希望中国制造当下只做利润率最低的中间环节，还想要靠对原材料与产品应用的垄断定期调整规则，让我们不具备往两端延伸的能力，把你锁在低端产业里。2010年，我们国内光伏电池的产量仅用了4年就成为了全球首位。2011年7月，多晶硅关键技术被纳入了我们国内组织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这个时候，国外巨头们就警觉了。你们好好生产就完事了，怎么还在技术上大搞特搞了？4个月后，美国商务部开始对中国太阳能电池进行反补贴税和反倾销税的双反调查，征收过最高15.97%的反补贴税和最高249.96%的反倾销税。期间尚德电力算是主要被告企业之一。随后14家中国光伏企业联合抗辩失败，国际硅料巨头们更是让多晶硅价格从08年最高400美元1公斤
跌到了12年初的20美元一公斤。此时国内光伏产业原材料自给率还不高，尚德本身就扩张过快，偏偏在之前还和美国企业以很高的收购价格签了10年的多晶硅收购合同，最后只能提前终止，支付2.12亿美金的赔偿金。13年，随着尚德5.4亿美元可转债的违约，曾经风光无限的第一光伏企业实施破产重整。然而，欧洲也开始跟进双反。在这期间，国内其他光伏企业迎来了灭顶之灾，被疯狂收割，迎来了一波破产潮。不过，当时欧美也低估了他们本土的光伏企业与我们犬牙交错的渗透程度。我们供应一下来，他们也倒了一大堆光伏公司，因为他们发现看似低端的中间环节其实是很难让别人来做的。假设美国工厂自己做光伏产品，一个铝合金边框都要到200多公里外采购，这也是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其实我们作为世界工厂，除了靠人力，更为底层的逻辑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健全，可以用便携的交通条件，让产品的流通效率达到全球第一，形成强大的集群效应，成本降低。这也是中国制造韧性的体现。经此一役，存活下来的少量光伏企业，这些企业是名副其实的转行了。为了不被双反规则影响，他们都加大了研发，不得不在东南亚等海外地区布局新工厂，这反而加速了他们更快的成为国际化企业。通威龙基、阳光电源等企业都是穿越了那个周期的。今天他们获得了这样的成绩，我们可以有以下反思：长期以来，产业扶持是我们国内的特色。企业面对产业扶持，往往有2种利润曲线可以选择：套利曲线和创新曲线。套利1年就可以完成。产业政策的初期，使得套利比创新更有利可图。创新能手往往会被腾挪高手盖住光芒，但要想在行业里存活15年以上，是一定要尽早从套利利润曲线升级到创新利润曲线的。这时国家会再次不遗余力地支持你在产业技术上保持全球领先地位，让顶级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你的企业赋能。在我们的反击回合到来之前，我们国内快速组建了多晶硅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包括中科院技术所、浙江大学、天津大学等科研机构，多晶硅关键技术的产学研协同大幕就此拉开。于是，美国、欧盟还有美国的小弟韩国，竟然立刻以15美元一公斤的价格向我们开始倾销多晶硅。要知道，他们的实际成本1公斤也要20美元以上，就是亏损也想把中国产业扼杀在初步形成阶段。2013年7月28日，我们的商务部也对美国、韩国进行了双反初步裁定，美国进口多晶硅的倾销幅度为53.3%至57%。这次的针锋相对，欧美韩还是很吃惊的，因为他们也没想到我们竟然以极快的速度持续突破着他们几十年的行业积累。后来不仅破解了低能耗还原炉和高效提纯的难题，还突破了氢化工艺及副产物回收利用处理关键技术。接下来我们继续跟进的是对国内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也直接给更高的电价补贴，在以下10个方向都定下了新的技术目标。这意味着几年之内，最大光伏制造国马上也将变为市场最大的应用国。你们还敢跟吗？2013年末，全球光伏双反的推手 SolarWorld 发生严重的财务危机，并最终于2017年5月破产。2021全球光伏前20强18家都是中国公司，而且实现了在产业链各个环节市场份额都是第一。而根据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的预测，2050年全球发电机装机占比最高的将是太阳能，太阳能会是世界的主导能源。而中国的能源大三角另外2端，储能和特高压，将是我们的另外2张王牌。我国电网也是近20年来全球唯一没有发生大面积停电事故的大型电网。储能上，央国企已经是光伏储能电站投资的绝对主力。历史上美苏日英德都曾研究过特高压输电技术，但只是苏联日本建成了实验性的线路，真正实现长期大规模工程应用的只有中国。这也是我们敢在双碳上庄严承诺的底气。短期看，推行双碳有利于加速化石能源逐渐退出人类舞台，碳市场和全球更统一的电力系统有机会成为新的国际货币的锚定物。长期看，中国的能源大三角有利于我们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超远距离跨洲传输电力能源成为可能，实现清洁能源的全球调度配置，跨时区、跨季节大规模互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全球新能源互联网的建设将是人类文明升级的必由之路。